大家好，今天趁着中元节，跟大家聊聊中元节的相关的故事和事情。中元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日，传统上就是农历的7月15。为什么想起这个呢？因为这2天在微信群里边收到了非常多善意的提醒。中元节到了，鬼节呀，鬼月，晚上不要出门，不要去游泳，不要晚上晾衣服，不要拍别人的肩膀，种种关于这种鬼节鬼月禁忌的提醒非常的多。网上也有很多这种大 V 做视频也好，做播客也好，来提醒大家这种怎么过好这个中元节鬼节。那中元节对我来说是什么呢？我小的时候生活在北京，小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中元节这个概念的。当时北京是我感觉身边没有人过中元节，这个应该是和之前文革时期的这个影响有关系，把这些牛鬼蛇神啊、封建迷信全都禁掉了，至少应该是停了几十年。我第一次听说鬼节，听说中元节呢，还是看这个香港的港台电影、港台的电视剧里面提到，说这个鬼节的种种禁忌啊，种种都市传说啊，还有各种典故吧。那这个我当时就非常有疑惑，就是你和日常生活中这个经验完全不一样啊，这个中元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就想办法查了很多的资料，当时也有互联网嘛，也有图书馆嘛，就查了很多东西啊，不查不知道啊，查了以后还是很吃惊的。一方面发现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这个节日的来历，还有它的仪式、它的意义，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都完全是从很多人的脑海里面消失了。中元节其实是整个中华文明的一个很典型的节日，而且它在以前的历史当中是非常重要的节日。中元节最早应该是属于是这种丰收节，类似于北美这边的感恩节的这种性质，就是到了秋天，粮食收获、水果收获，我们去感谢祖先的荫庇，因为中华民族它是最早是祖先崇拜嘛，所以大概汉朝或者以前，应该是把它作为一个4大祭祖节日之一的很重要的一环，名字一般是叫做长新或者叫秋长，就是我们工作一年，农耕社会嘛，到了7月15，终于收获了新的粮食、新的水果、新的这种收获，我们是觉得受到了很多的祖先的荫庇，很多的祖先的保佑，才有了今年这种丰收的。那我们是中华民族是不愿意说我们在祖先之前尝这个新的粮食、新的食物，那它就会有一个祭祖的仪式，把这些新的水果、新的粮食供奉出来，让祖先先尝一尝，或者祖先的亡魂先尝一尝，然后我们才敢吃这个新的粮食，这样来求得祖先亡魂继续保佑我们，来年继续丰收。这个是中元节最早的来历或者说意义吧。然后后来汉朝应该是有这个道教的诞生之后呢，道教它有这种相应的宇宙观、世界观，它会有这种神学体系，它把中元节定位为这个叫地观大帝的诞辰日。
相应的就是上元节，就是正月15嘛，就是天官大帝诞辰，主要是赐福，然后还有就是水官大帝，那就是3个大帝，而且很有意思的是，道教把这个中元节就是地官大帝定为谁呢？定为这个清虚大帝的是上古的3皇5帝当中的舜帝，因为舜帝是有这种孝道的这个名声嘛，所以他把这个和孝道和这个追思故人、追思祖先结合在一起了，再加上他一个地官大帝的职责就是判断善恶，把这种地府当中的冤死的鬼、冤魂，还有他已经赎过罪的这种鬼魂，得到一个判断，让他能够得到释放，所以才会有这种道教说的鬼门开，然后把这种孤魂野鬼还有祖先，他得到一个从地府当中的假期，能够回到阳间，回到人间来和家人团聚也好，来达成自己的一些这种夙愿啊、执念，把它完善完成，得到一个新的轮回。这是道教当中对中元节的一个定义，或者说它的观念吧。所以道教仪轨当中，它一般是在中元节会，有一些道士，长时间的诵经，组织法会，来超度亡魂，解脱这些普罗大众，普救的一个意义。从佛教来说呢，这个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其实是有点水土不服的，因为它很多的观念呀，比如说无神论，比如说不拜父母，这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儒家文化这种习俗还有观念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其实是得到相当大的抵抗。然后很快佛教就进行了这种本土化的改造，他就把中元节呢，或者叫做盂兰盆节，它是把佛教当中的一个节日和中元节结合在一起，诞生了一个叫做目连救母的一个故事，就是佛陀10大弟子当中神通第一的目犍连，他的母亲呢，因为生前的时候的罪业，坠入到了这种恶鬼道，处于一种恶鬼的状态，所有的食物进入到嘴里面都会化成烈火，让身体和心理得到极大的痛苦的惩罚。目犍连虽然神通第一，但是他是没办法自己的力量来救赎他的这种已经坠为恶鬼的母亲的，所以佛陀的把7月15定为佛欢喜日，要求目犍连呢组织很多的僧众一起诵经，一起供奉白果，也是一个丰收的概念嘛。来通过这种诵经，解救这个目犍连坠入恶鬼道的母亲。这个故事呢，就变成一个杂剧的形式或者戏曲，现在应该也是有，就是目连救母。这个故事在中日韩在东南亚都是非常盛行的，成为一个我们说现在这种佛教的盂兰盆节还有中元节的重要的一个定义或者观念嘛。所以他对这种普罗救众，或者对这种孤魂野鬼，对这种祖先的这种鬼魂的救赎，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部分。方式呢，也是包括这种做法事啊、诵经啊，还有这种放河灯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形式啊，总之也是类似的仪轨吧。还有一个就是民间信仰，或者说就是没有特别明确的这种佛道的思想，或者说他的这种精神，它只是说一种朴素的民间信仰，就认为这种是鬼月，鬼门开了之后，整个世界都充斥了冤魂呀，他会找这种冤死鬼，他会找这种替死鬼，它会造成很多这种意外啊，所以会有各种各样的禁忌
比如你这种晚上不要出门不要去危险的地方，不要去游泳，还有什么不要拍别人的肩膀啊，这些都是很多是民间传说或者民间信仰的一些东西，所以就非常的有些是摸不到头脑，有些是查不到这种来源依据，很多就是一个大家约定俗成，或者说某些地方的习俗演变来的。我也是从很多资料查了一些，尤其是通过这种香港、台湾的电影、电视剧，还有东南亚的一些电影、电视剧，小说呀，这种传媒，把这些观念传播开来的。实际上，中国的北方应该是主要祭祖为主，对这种冤魂啊，或者说是，呃这种从阴间跑上来的这种小鬼吧，可能是不是特别重视，大家主要还是针对祖先、针对先人的一个思念。南方呢，就可能是跟这个佛教结合或者和道教结合的更多一些，它会除了祭祖的内容以外，它有这种很多的宗族啊，或者是以寺庙、道观为主的这种社会性的活动，它会组织一些集体活动来安抚这些亡魂，不光是说自己的祖先，也包括这种孤魂野鬼，希望他们让人间能够更平安一些，不要给这种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一些影响。这个是中元节的一些来源，我查到的资料。所以从我来说，大家要对这个事情要客观看待，要重视起来，但是也不要过于恐惧。它是由于一个历史、宗教、文化多方面来源之后混合而形成的一些东西。大家认清这个东西之后，就没必要过于恐惧。所谓的晚上不要出门啊，只是说一个安全的提醒，你一定要有急事要出，那做好安全防护，也不用过于担心。尤其是你又不是要去这种荒郊野外啊，要去坟地啊，半夜去那儿过夜之类的，安全是能够得到保障的。你去人多的地方啊，比较光明啊，灯火通明的地方，不用担心这种事情的。但是身体的自身的正气其实是更重要的。我们中医讲的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的身体状况好，你的精神状况好，你的身体的系统、精神的系统处于一种安全闭合的状态，是不会受到普通的冤魂啊、普通的这种小鬼的打扰或者干扰的。它的能力没有那么强，你身上的阳气也好，你的胃气、宗气也好，是可以把这些外来的因素通通排除掉的，不用过于担心。同时呢，也是一个小的建议吧，就是大家如果要过这个中元节呢，就也没必要说我去烧大量的纸钱呀，这个安抚好兄弟啊，或者说我一定花钱去做个法事啊什么的。我们常说的就是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嘛。大家如果是把它当做一个祭祖的节日，完全可以把已经故去的家人的照片拿出来啊，我们点一根蜡烛，或者是到家人的坟地献束鲜花，放上一些食物，就做一做追思，就已经很好了。没必要去担心说会不会有冤魂缠上我呀，会不会有这种恶鬼找来我，给我的日常生活、给我的健康带来种种危险。当然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季节变化确实是一个会让很多人的身体出状况的时间。夏天的时候是比较闷热潮湿的，大多数地区，即使是温哥华这种季节，气候比较好的地方，也会出现情况。最近几天，它从夏天到秋天的过渡的时候嘛，会出现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就是中午会非常热，早晚非常凉。
变成一个昼夜温差非常大的时候，很多人如果身体状况不好，确实是非常容易生病的一个状态。大家要把生理的疾病和这种外来因素，我们说的阴性病和因果病要分开。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被子踢开了，窗户没关好，着凉感冒了，这个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生理病，它是很明确的原因，然后你规范治疗、明确诊断，都是可以很快痊愈的状况，而不是说我这几天怎么状态不对，是不是这个鬼节啊、鬼月造成的这种有这种恶鬼缠上我了，或者说有这种冤魂这个做了什么对鬼神不恭敬的事情出现的问题，大家先把正常思维、正常逻辑能解决的问题解决掉。如果实在解决不了，那我们再考虑这方面的因素，然后针对性的去找专业人士做专业的处理就可以了。如果你反而是不弄清楚，自己疑神疑鬼，自己去想太多，那本来没事也变成有事了。希望大家看了这个视频以后，对我们的中元节有正确认识，能够更好的过这个节日，追思故人，然后把我们的日常生活过得更好。不要因为一些这种善意的短信提醒或者微信的提醒，就搞得疑神疑鬼，这也不敢做，那也不敢做，把日常生活都打乱了，那就得不偿失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疑问或者想探讨的话，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个视频再见，谢谢大家，希望多关注、点赞、转发。